瑞宝就和宋宝来了一场在雪地里的你跑我追。辉宝在雪里不急不慢地吃着小竹子，感觉树上的氛围很浪漫，树下的氛围等得很辛苦。由于辉宝强行加塞，导致2个熊一起掉下了树。Hello， 我是小野马，今天又来看双糖宝家族了，因为今天下了好大好大的雪。去室外场看一下，今天有没有哪一个小朋友没上班？今天的女生宿舍，全员到齐，一起在爱宝的小饭桌上吃饭呢。瑞宝小朋友打包了一根竹子，要好好享受着下雪的快乐。坐在雪地上开始野餐。下雪的小院子真的好安静呀，能清楚地听见他们咀嚼竹子的声音。因为最近连续几天都有下雪，院子里积了厚厚的雪，他们空中别墅的积雪还是被清理掉了，也是有点危险。不知道是谁在树下还修了楼梯。瑞宝的野餐时间结束，他要回小饭桌上和妈妈妹妹一起吃竹子了。瑞宝和辉宝像2个小汤圆一样，在小饭桌上挤来挤去。可能辉宝选中了一颗很好吃的竹子。看艾女士的眼神变化，它确实是一根看起来很好吃的竹子。女士直接从辉宝手里接过来，拿来让妈妈帮你尝尝。瑞宝小朋友也看到了妹妹帮妈妈选的竹子。火花少女瑞宝也帮妈妈选了一颗竹子。这颗竹子貌似也选得不错，艾女士把竹子上面的竹叶都吃了，还非常亲切地把竹竿留给了瑞宝。第一轮限时的10分钟差不多要到了，3个小朋友在雪中开心地吃竹子。瑞宝小朋友又打包了竹子，准备去雪地上野餐，但是选的这根竹子好像是妈妈吃剩下的，没有竹叶呀。辉宝在门口等第2轮的入场了。下雪的熊猫馆好美，好有氛围啊！这是正在雪中拍浪漫电影的母女3个人。在远处还有一位专业的摄影师宋宝。因为今天下雪，嘎宝没有上班，辉宝可以安安静静的在空中小别墅上欣赏雪景。原来不只可以欣赏雪景，还可以看妈妈在给姐姐上课，大熊猫如何在雪地里生存，爱宝和瑞宝在雪地里运动。辉宝小朋友负责在树上观察，宋宝负责在场外记录。大清早小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好忙。时间到了，宋宝叫大家回室内场了。因为今天下雪了嘛，不光2个小朋友没有玩够，连艾女士都没玩够。她还从树空里偷袭瑞宝。这时候的艾女士也好像一个小朋友呀，在雪里玩得好开心。没想到今天的爱宝也不听宋宝的话了，也不想回室内场。3个人同时看向宋宝，他们都在纠结要不要下班呢。最后他们母女3个同时选择了不听话，不回室内场，继续开始在雪地里的翻滚跳跃。最后饲养员很无奈，又变回了摄影师。这又珍贵又美好的一刻，谁不想好好的记录呢？这时候辉宝小朋友也从树上要准备下来了，也要去参加到妈妈和姐姐的战争里。可能艾女士觉着同时带2个娃比较困难，就决定自己先回室内场了。瑞宝也看到妈妈回室内场了，有点着急，从雪上咻就滑下来，直接跑进了室内场。那辉宝小朋友还不想回室内场吗？哎，这个小朋友他藏哪儿去了？我是真的没找见他，大家有看到他在哪儿吗？啊，时间到了，那下一轮见吧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辉宝还藏在树后面，看来他还是不想回室内场。妈妈和姐姐都已经回室内场了，这小朋友不光不下班，还要爬到空中别墅上去。
没想到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，没能成功爬到空中花园上去。这时候宋宝又出来尝试了，尝试带辉宝回室内场，没想到从后面冲出来一只小熊。瑞宝就和宋宝来了一场在雪地里的你跑我追，你插翅难飞。瑞宝小朋友先把爷爷收回了室内场，又转头要把妹妹也收回室内场。很严肃地教训完妹妹，没想到在这儿滑了一下，回归搞笑熊的身份。瑞宝小朋友很开心地回室内场了，一只手搭在树上的小熊好像看到了辉宝的心理活动，真的好不想回室内场呀！求助场外观众，辉宝小朋友可以不回室内场吗？辉宝经过了心理斗争，最后决定还是得去空中别墅，能错过今天这赏雪的好机会。辉宝还是爬到了空中别墅上，这是要准备睡觉了吗？看到这个情况，宋宝赶紧跑出来。是谁预知了今天的结果，还预先修了小楼梯？如果辉宝小朋友在空中别墅上睡着的话，今天的收猫会难上加难。所以宋宝赶紧拿来了贿赂辉宝的小零食、小竹子和小胡萝卜。辉宝先尝了小竹子，还赶紧问问辉宝好吃吧，我这儿还有更好吃的胡萝卜呢。辉宝在雪里不急不慢地吃着小竹子，感觉树上的氛围很浪漫，树下的氛围等得很辛苦。宋宝还时不时地给辉宝看一下小零食，辉宝也很满意这个小零食，赶紧从树上下来了。得到了第一个小零食胡萝卜，为了得到第二个零食小胡萝卜，就跟着宋宝回了室内场门口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就想起来23年那次下大雪，福宝一样也是下大雪不肯回家，宋宝在雪地里给公主吃窝头的那个画面。今天乐先生还是在室内休息，一进到室内场就只发现了艾女士。哎，那边开门了，梁小芝回来了。这是辉宝小朋友先进来了，瑞宝小朋友在后面。刚才在通道里又发生了什么？辉宝小朋友又进去了，瑞宝小朋友又进去了。今天的收猫情况太复杂了，就赶紧关上了门，让瑞宝小朋友先回室内场。瑞宝小朋友也很开心，蹦蹦跳跳的回室内场，在自己的固定小草丛上个厕所。这时候门又打开了，辉宝小朋友也蹦蹦跳跳的回来了。看到姐姐在喝水，也去凑热闹。瑞宝喝完水就要回妈妈树上了，辉宝也紧跟着姐姐。通向妈妈树的路只有一条，由于辉宝强行加塞，导致两个熊一起掉下了树。由于挤一条路失败，两个小朋友也很有默契，自找其他的路爬到妈妈树上。结束了早上的锻炼时间，三个小朋友都赶紧在吃竹子补充体力。今天乐宝还是休息，希望他好好休息，赶紧回来。
在乐宝的室外场是有给他准备竹子的，但是还是要看乐先生的意愿和身体状态，决定今天会不会看到他。这一边，艾女士在认真带娃，瑞宝和辉宝也有好好在吃饭。瑞宝和艾女士换了一个小饭桌，这样看妈妈和姐姐会不会是倒立的？艾女士应该是吃饱了，要去睡午觉了。这时候，辉宝又悄悄地走过来了。可能是肚子还没有吃饱，要找艾女士来喝点奶。另一边的瑞宝小朋友也看到了，也过来一起找艾女士了，还抽空去标记了一下小树。还想爬到更高的树上去看看。这时候艾女士要换一个方向睡觉，但是辉宝还想喝，就一边叫一边从夹缝中挤进来了。两只小猪的喝奶时间。早上起来，因为他们一直在外面，今天下雪特别美，就一轮一轮赶紧排。刚才他们就在室内吃饭了。今天下雪真的好看。我在进来的时候，就只有瑞宝小朋友在喝奶了。辉宝小朋友很乖，已经开始自己吃竹子了。一边瑞宝小朋友一个人开心的在喝奶。再过了一会儿，就让艾女士睡觉了，开始自己吃竹子了。两个小朋友又开始抢同一颗竹子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两个小姐妹又在互相依靠着吃竹子。这会儿她们都睡了，我也要去吃个午饭了，下午见，拜拜。赶紧吃完午饭，我就又回到了熊猫馆，以为他们还在睡觉，但是没想到他们都醒了。瑞宝小朋友特殊的下树方式，他一直很喜欢踩着这根绳子下树。最后接近地面的时候还要叼着绳子，这就是辉宝最常使用的下树方式。下来就立马捡了一颗小竹子开始吃饭。瑞宝小朋友在倒车，他也很喜欢妹妹拍沙发，辉宝拍沙发肯定很温暖，很软乎乎。辉宝挤不过姐姐，就跑到了妈妈的小饭桌上。就这样，三个人睡醒之后又开始了吃竹子，时间算刚刚好，他们刚好都醒了，继续去排队。和瑞宝坐在辉宝身上吃，把妹妹当沙发。当我再进来的时候，就发现艾女士已经睡着了。辉宝小朋友就学着妈妈的样子，他也会坐在小饭桌上，正对着大家吃饭了，可以让大家看看吃饭的辉宝是有多么可爱。辉宝小朋友看到了什么这么惊讶？还让我们看见了正在一本正经的吃竹子的迷你三角小饭团。辉宝去喝了个水，
就要准备回妈妈树上了。我要出去排队了，下一轮见。今天也是很神奇的一天，居然2个小姐妹的体重是一模一样。饲养员给她们送来了新鲜的竹子，2个人又选中了一根，一个人吃竹叶，一个人吃竹竿，合作的还挺完美的。辉宝在瑞宝的小肚肚上啃着竹竿，瑞宝在努力地吃着竹叶。这一对相亲相爱的小姐妹都在好好吃饭，努力长大。这时候瑞宝好像又看到了什么，原来是艾女士也要来这边小饭桌了。瑞宝好像条件反射一样，给妈妈让了个位置。3个小朋友又凑到了一张小饭桌上开始吃饭。艾女士吃饱之后就很有规律，这会儿应该是艾女士下午散步的时间了。艾女士就跑到饲养员室，提醒饲养员该散步了。在艾女士的小饭桌上，他们都在吃饭，每个人都很忙。再去看下一轮。艾女士已经准备好去散步了。另一边确认过了，2个小朋友都没有发现。瑞宝小朋友在倒立，瑰宝小朋友在打包竹子来妈妈树上吃。瑞宝小朋友已经睡了，瑰宝小朋友吃得很香。就在这时候，艾女士赶快出了外场。这时候艾女士去了外场，饲养员开始清扫场地。看来2个小朋友是真的困了，宋宝来了还在睡觉。可能宋宝看到了他们俩还在睡觉，放心的把胡萝卜放到了这里。突然发现瑞宝小朋友这是要醒了吗？并没有，他又睡着了。跑过去找妹妹换了个位置。辉宝小朋友从高空扔了几个红薯。等我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艾女士已经回到了室内场。2个小朋友还在睡觉。辉宝小朋友闻着瑞宝小朋友的脚脚，睡得很香。差不多只能再排最后一轮就要下班了。刚才艾女士在吃饭，2个小朋友在树上睡觉，不知道下班的时候会不会醒。再去排最后一轮了。今天的最后一轮，3个小朋友都在睡觉。辉宝小朋友的肚肚，辉宝小朋友的小白牙，艾女士的背后多了一撮毛，是谁干的？今天的结果是没有收猫，3个小朋友还都睡着很香，睡得太香了，也没去叫他们，可能是这样，不知道。那下一期见了，拜拜！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拜拜。